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征发言人、尹乃菁小姐、牛许婷委员、徐宏庭议员。好，那么川普这个他们说敲定了台湾的这个关税15%不叠加原来是20%叠加50%，现在15%降5%不叠加。那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我们答应他5000亿美金2500亿是直接要去投资，2500亿是信用担保。那这个5000亿，卢特尼克说是头期款头期款。那2期、3期、4期、末期是什么？没讲，就是反正先来再说，头先洗下去，以后呢你来了再说。就像当时台积电到美国第一期投了以后呢，650亿美元，然后呢卢特尼克他就去了，所以你没有按照我们的 DEI 的承诺对不对？你没有用我们的盲人的供应商这个 supplier 然后呢，你没有用这个跨性别的工程师同性恋的工程师或是这个身体是男的、心理是女的工程师你没有用这些然后在我们的无尘室，你没有设托儿所都没做虽然共和党是反对 DEI 的，但是你当时跟拜登政府签约，你是讲要做这些奇怪了，台积电不会问，那拜登是要给我60亿美元，你怎么没给呢？那是他当时答应的，川普统统否认了。好，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不合理。你就做到之后做不到，再加1000亿美元，我们把那个删了，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呢？说这是头期款，所以你进去了以后，将来你再说吧你什么先来再说。那台湾为什么愿意呢？美国商务部长说，台湾为什么愿意？是我拿了大棒子让川普高兴我们必须让川普高兴。你台湾要不要川普保护？你要不要我们川普高兴？你敢不敢惹怒我们川普？不敢吧？我们川普4月就要跟习近平见面了，你担不担心？赶快让我们高兴比较重要那另外呢，这个不来就科100%的关税，目标让台湾的半导体40%的产能到美国去。40%只是我讲嘛，先以后呢50%、60%都有可能那商务部长抛一个照片跟我们的郑丽君什么，他笑得多开心呢，看没？他说呢，这是保障美国的经济跟国家安全。跟那台湾呢，至少讲说这是保障美国跟台湾的经济跟安全，不敢讲，管你台湾，我就是美国而且呢，川普高兴了，我们关税赚了好几千亿，我们美国是史上最强盛的我字典里只有一个字，我只告诉他们一个字 ，tariffs。关税 duty 也是了，但是他用 tariffs 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快评就是说，台湾用产业链外移让川普开心。郑丽君不是说，不只有台积电，我们那个上下游整个供应链，这个新竹模式都要送到美国去好，那么大陆说呢，美国跟台湾的关税的这个协议，如果不撤销，一切后果美方承担。什么后果？美方承担什么？不讲一堆空话嘛，对不对？讲一堆空话，你应该讲说，我不会打台湾，产业链不必移，台积电也不会移，因为我不会打台湾，我也不会把这个台积电毁了。川普跟民进党就不可能因此说那很危险产业链赶快移走川普讲吗？打台湾，台积电拿去了，怎么可以？不是美国之前有人讲吗？我们自己把台积电炸了，好了，现在移走了，我们看一下。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和台湾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代表处签署合作备忘录。协议的一部分包括台湾晶片和科技公司承诺在美国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扩充产能，台湾政府另外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贷担保。而作为交换，美国将把对台湾的对等关税上限从20%调降到15%，不叠加。另外，未来在232条款下的半导体国安关税，正在美国新建晶圆厂的公司，像是台积电，在施工期间，美国厂房产能2.5倍的晶片可以获得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专访时明确表示，如果台湾晶片公司不在美国设厂，
可能面临100%的关税。他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台湾40%的半导体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卢特尼克强调，美国国安需要半导体在美国制造，不能依赖距离美国9000英里远的国家提供这类基本国安产品。彭博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承诺将由台积电和其他公司来主导。老沈怎么看？这个全国人民不分男女，望穿秋水，所要的贸易协定终于出来了。那我觉得到现在仍然余震不停，像好像地震一样，国内还没有定调那大家就尤其是绿营方面，就是就那个比较容易评论的关税的部分先额手称庆。那额手称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说没有叠加降到15%，那跟日本跟韩国一样，那所以呢，我们国内产业是苦了一点，但是起码这个同等的立足点，大家可以去跟日本、韩国奋斗。这个讲法没有什么大错，尤其还可以加强一点。我向你献策是你应该讲自从川普搞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的这个贸易顺差创空前高1570亿，前高，而且我们的这个外汇存底也创前高，是，而且你要提醒大家，不止我们这样对岸也这样对岸这样，所以我们很厉害，拉货。那这些前高的数字给老美看其实很难要求这个关税不抬高，因为这个就是要跟关税相比的，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努力了，而且比期待的这个结果还要好，应该这样讲。但是现在还没有讲的就是那个5000亿、2500是这个各每一个产业自己决定2个其他的2500是信贷保证。那这个部分大家不太敢评论，因为这个细节还有真的它的余波，还有它的影响，还有我觉得为什么老美这么笃定？因为他晓得你既然来了，他晓得我们台湾的其他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都抢着去买地了，抢着去了，你知道不用你交代都会去了，所以这达到底标美国人的最低标准的可能性不是很难，可以达到的，所以他才说是头期款还有2期、3期以后不晓得还有多少，他是很有信心的。不过主持人我不太同意你刚才讲路的你那话，你刚才保路你讲的很神气大棒说你要我们保路，你叫我们，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今天讲的很得意、很高兴、很快乐，心里有连带笑容，就是说，因为这个搭配。几天前，这个川普跟《纽约时报》4个记者2个小时的谈话一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川普就讲，这个台湾是习近平心目当中中国的一部分，而把它拿回去这个是他的核心价值，也是他骄傲 pride 的来源 ，source of pride 但是呢，他要不要打随他但是他如果真的打了，那我会 unhappy。那今天他 happy 了，他厉害两岸要打我 unhappy， 你钱给了我 happy， 天下这皇帝不能这松快点这样，教他两岸人民，教他糟蹋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觉得他且慢高兴，最后的得胜者一定是中国人民，不管他是华人是台湾人，我这里给你保证，川普你等着看但是下来了，以前讲你欢喜的第一弹给你报这也显示说，我们真的是不需要买什么军备因为只要川普高兴，我们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吗？但是最可笑的就是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他们就说这个是违反依法3公报侵害中国主权，这个维护这个台独分子就是那个老套，就是说不晓得是北京的训练来不及，他只好一样画符讲这些，这个就是中国的没有办法的太僵化的一种官方的反应，我觉得很笨，非常的 stupid 但是我认为这个川普玩弄大家，玩弄两岸，他以为钱拿到了，两岸的出超都创前高两岸的这个
外汇存底都创前高啊，所以你要用罚关税去惩罚大陆，你要用抢台湾的资产，结果你稍微这个关税的时候有一点高，但是这个马上就要反映出来说，马上要转嫁给美国人民了，所以最后吃亏的其实还是会是美国人。这个我有话讲这个在先。但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今天在座很不容易啊，这个是我们非官方消息透露出来以后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座的有一位这个在野最大党的最高级的党官，就是一级部会、一级单位的党官。那3月我跟你讲，这个吴宗宪去选了以后，他随着郑丽文去北京见习大大的可能性非常高啊。我本来是要说拜托他转达一下，台湾有一个大佬要转达致意我不敢了，我不敢。所以我只是讲你刚才讲了，我再补充更生动的一点。我跟你讲，习大大真的你有够笨，大家怪来怪去，是说是你害的，是我害的啊，是他害你这样受苦啊，他害你撩紧，其实不是，是习大大，他没这个在不久他们代表团到北京的话，我拜托这个我们南京要在旁边就拉一拉这个郑丽文的裙子，说爱讲，一股爱讲下，请问现在全台湾的人民95%不接受一国两制，你打吗？就这样，很简单。这个我们要学川普，你讲一切事情从简，直来直往，干脆了当，你打吗？他说打，我建议你甲郑丽文讲，打好看给登来台湾，马上把国防预算加倍。如果他说不打，战争那你就当众宣布，我们国民党执政以后国防预算通通这些额外的砍掉。而且最重要的一句，你不要急，我下面这句最重要。我下面这句是什么？从此台湾每在 Arizona 加建一座台积电，我们同样的规格。在厦门也给一座台积电，有睡不？我还是说，你说反对我讲，你反对我什么？我通通引述那个卢特尼克的话，根本就不是我的话。他这样讲大棒，什么是卢克尼克讲的，不是我讲的嘛？不是你在讲他那讲的时候的氛围啦。他是很高兴，他当然高兴了。他拿棒子打你，他怎么不高兴呢？我有讲他不高兴吗？我觉得他没有要打，没有要我打我。你根本没有听我不是跟你讲吗？你说这样，老沈。这张照片，我说他笑得最开心，有没有？就是这样啊，对吧？他当然开心，他要到都要到了，你还加倍给他，怎么不开心呢？休息再给叫回来。好，台美关税的共识是15%不叠加，从28%变15%那另外呢？他现在有几个了？232本来不对半导体最惠国待遇，不是不收不是豁免这个讲错了，不是豁免，是说如果将来他现在还没决定嘛，如果232有一个关税，我们会跟其他最惠国待遇一样，不会比人家高了，一直跟日本、韩国可能一样了，但是多少不知道那另外呢，这个就是信保投资加信保5000亿美元。投资2500亿直接投资，然后银行信用担保2500亿美元。你说银行信用担保无所谓他爱担保多少的不是他有责任的而且他是有一个一定的这个额度如果这边给了，那国内以后信用担保会不会降低呢？会不会这个额度会不会打架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细节不清楚了都没讲清楚那郑丽君说对台湾经济冲击减缓80%，什么叫减缓？为什么减缓80%？我也不懂怎么减缓80%法那。另外，你不要小看这5000亿美金不是台币联合报社论昨天讲得很好我们现在国内的总投资额，就总研究投资额，在1兆2、1兆3，1000亿美金就是3兆台币，你自己想想看，而且都到美国去投资，那国内呢？谁投资？投资什么？这是蛮大的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产业外移？郑丽君说不是 move。是 built， 不是我们移转，是我们建造在海外建造我们台湾的这个基础太好了。
这绝对不是削弱我们哦，绝对不是呢这个像川普讲的，像那个卢特尼克讲的，说台湾的产值至少现在就要先移走40%，将来5成6成，不是哦，是扶植在海外的力量就站起来了啊、哦，那不是产业外移啊，特别讲哦，是合作哦。那台积电呢说哦，有助于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就是说，除了在台湾，在美国，你要知道台积电的股东有70%都是老美啊，都是外资啊。台积电开始要设厂的时候，台湾人不投资的，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哦，那些什么产业大佬，什么王永庆的什么之类，其实开始不要的，都不要。那当时谁投资的？国发基金，国民党，国民党投资了一大堆在上面。哦，所以国民党也够笨，把它给卖了。不卖的话，现在国民党也发了，好吧？那台美关系降到15%，哦，半导体的业者是说呢，台湾以更高赴美比重换取政策跟市场的确定，哦，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了啊，就是要美国呢，这个不再加你100%的关税了。那5000亿美元一半是半导体，学者说。对未来的3到5年，这是中央大学经济的教授吴大人说，经济会受冲击的。因为呢，台湾现在就是主要，你自己想想，现在股票每天上涨，涨什么？就是半导体啊，其他65%是低于年限的，很惨呐、不是什么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是一家欢乐不大家愁啊，只有他欢乐。哦，买台积电股票的很高兴，有台积电股票，那其他就蛮惨的。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就那个7个主要跟 AI 有关的，哇一直在涨，其他也没有好啊，哦，所以呢，当然会排挤嘛，其他产业当然会冲击嘛。那企业重心是说呢，这个牵动供应链的调整了，供应链会跟着调整啊。那另外呢，这个郑丽君埋伏笔说呢，现在到底什么时候车子？我们现在港口几万辆车几万辆车等说美国关税是0，他们才要进来，因为差几十万了。哦，而且你要知道，车子一过时就贬值了。车子现在2026车不是2025，有的还是2024因为2024 12月那时候运来，2025年初到还在港口，几万辆在港口哦。说呢，再报告，我们现在不告诉你哦，所以他万川去水等啊哦，等不到哦。那反正网络，尤其是网民很关心汽车的关税的，但现在不告诉你，我们看一下。所以台美达成的 deal 可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 deal， 因为美方的半导体232的关税，强调台湾比其他国家更特别，耗时7个月总算确定15%的对等关税，15%，而且不叠加。这是美国利差国当中最惠的这个待遇冲击减缓了80%。与美方进行总结会议之后，美东时间15号，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与谈判团队在驻美代表处召开记者会，宣布美方承诺对我国的对等关税调降为15%，而且不会叠加。另外，针对半导体及半导体衍生品的232条款，也将提供最优惠待遇。超过1000项的对等关税能够豁免跟 USTR 所完成的台美对等贸易协议里面届时有成果的话我们会完整的向国人来说明。反复重申，对我国关税最优惠上千项豁免，只要再多等几周才能公开详列。不过，为了达成15%关税，也答应了美方2项重要条件。第一是承诺台湾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美元，包括投资半导体、AI 应用等电子制造服务业。第二，则是由政府以信用保证方式支持金融机构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企业授信额度，只加总500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约16兆元，其规模相当于我国5年的总预算总和。若以建设预算比拟，16兆足以盖出275栋的台北101重铺31次台湾高铁全线。这并不是产业的外移，而是我国科技产业的延伸，可能在 MOU 里面并没有落入时间表因为我们的台湾模式基本上就是以企业自主为原则。我们也欢迎美方投资赖总统所推动的5大信赖产业。经历7个月，终于先排，但关税细项还得等到备忘录签署那天才能全部公开。给你一个数字，我讲过就知道了，什么叫做1000亿美元？我们现在是5000亿1000亿美元是3兆台币，是我们可以给台湾1万家中小企业，每家3兆每家3亿，好好去努力。郭台铭创业的时候也不靠他妈妈标会给他一点钱
台积电开始根本没有钱呢，哦，所以1万家每家3亿，或是3万家每家1亿。你知道这1万家或3万家，只要有几家这样能够发展起来，对台湾就有很大帮助。那是1000亿美元，现在是5000亿美元。来，小牛，这个题目真的有太多事情可以讲哦。第一个，刚刚有在谈到232关税，然后我们现在政府丧事喜办，把它讲说我们是第一个这个最惠国待遇等等的花言巧语讲得非常的多，但其实你认真看全文的脉络，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美国就是拿232当成确定你会把这5000亿弄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嘛。因为接下来你如果没有按照它的期程去安排设厂投资相关的项目的时候，它随时就启动232对你课征高额的关税。所以我实在不觉得这个对最惠国待遇对我们台湾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嘛。刚刚郑丽君在这个短短的新闻画面里讲说这不是外移是延伸啊，不禁让人想到当初私烟案，他们讲说这不是走私是超买，这当然是外移嘛。因为你相关的量能本来可以很好的发挥，如果这些半导体产业跟相关的科技产业，它本来就有投资美国的意愿，它何须需要这些外加的力量去要求它投资呢？它早就去啦。如果那边的环境对于产业是有利的，对于创造利益是有绝对的空间的，早就去啦。因为他们本来是自由的嘛。但问题是明明就不是嘛。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在美国设厂的毛利率是远远低于台湾的，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克服的，所以这当然是外移嘛。那以这个数量跟金额来讲也是很夸张。大家不要忘记的，去年10月的时候，川普直接讲说晶片的产能要55开，这件事情震动了台湾。我们的谈判代表就是郑丽君女士，还特别的澄清，55开的晶片产能，台湾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对台湾的产业没有帮助，对国家的利益没有帮助。那现在卢特尼克讲40%，55开不行，40%就可以吗？这就是所谓的谈判技巧嘛。这问题可大了。现在这5000多亿要投资的，其中有2500亿是半导体产业等等，包含台积电等等，直接到美国去设厂。另外2500亿也是在今天的记者会，他们直接讲，这是要协助上下游的产业链一起去设厂。我为了要降低你企业的成本跟阻力，我政府要担保要借钱，让你去一个相对不好赚钱的地方投资，然后把本来我们台湾是半导体产业链的沃土这一块，你就放掉啦。因为投资的量能是固定的嘛，你分越多到美国，就是压缩在台湾跟其他更有利市场布局的可能性嘛，所以它哪里有什么是延伸不是外移这样子的一种荒腔走板的说法。再来我要讲信保贷款这2500亿，细节还没有出来，我们先不说。过去政府用信保贷款其实是用来干嘛？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啊，我扶持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跟上这个供应链等等，我就是用这种专案贷款的方式，给你政府保障的低利融资，让你可以顺利来转型。结果现在我们切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2500亿的大额的这个数字，然后是要求我们的企业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设厂。它除了带着我们的上下游供应链之外，它难道不会压缩我们中小企业转型的空间吗？这一笔金额是史上最高，接下来的配套是什么，都值得大家观察。第三，最后是有关于签订的方式啊，这个中国大陆怎么想，我们先不管，关键是你签的是 MOU 啊。MOU 的跟真正的条约协议的差别在哪里？条约的协议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庭对于川普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处理是很有意见的，有可能在这个部分出现一定的变数。可是 MOU 在这个范围之内嘛 ？MOU 恐怕不在范围之内吧？你这样傻傻的签了出去之后，即便大法官最后做出了对这些被课关税的国家有利的裁示，你 MOU 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该投资，你该送钱给人家，你还是要送啊。所以这几点就证明了，基本上这民进党就搞丧事喜办嘛。明明这件事情对台湾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仅是半导体啊，其他的压缩排挤跟产业的转型，关税有让其他的产业有更好的空间吗？工具机产业今天也讲了，真正的问题不见得是关税，是汇率啊，核心问题都没解决。政治上的安保承诺有具体承诺吗？也没有啊。那你凭什么讲这样子的一个谈判过程对台湾是有利的，是一个成功的谈判呢？我真的奉劝我们的政府，我们之所以讲1整年了，不要黑箱，赶快公布，就是希望有更多内容大家集思广益。但是你对内要求盲信的结果，就是对外一昧的盲从嘛。那送出去的就是护国神山嘛。我真的对台湾的未来感到越来越悲观。不过基本上呢，刚刚小牛讲没错了哈，就是说，如果说台积电今天发表个声明，他当然没办法，只有这样讲。哎呀，这个有助于韧性，那你为什么不早去呢？你早就可以去啊，为什么川普逼了你才去呢？那么好，你早就应该这个车水马龙，工程师钱大量到亚利桑那到那边去投资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现在才去？就是当然不好嘛，怎么会好呢？好，你怎么不去呢？来，南京，
这个刚才小牛讲到一个关键啊，就是有关于232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并不是说，台美之间签了这个 MOU 之后呢，我们232呢就免除了。卢特尼克呢，在他的这个很露骨的访谈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明白，就是你台湾的半导体厂呢，你承诺在美国设厂，你建厂期间呢，你就可以享受免232的条款。所以他今天呢是拿着一个大棒子，他讲了，他说这次的谈判呢是大棒子而没有胡萝卜。是大棒子而没有胡萝卜。你今天台湾呢，如果不依照你们的这个承诺呢，来我们这边建厂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给你寄出232条款。今天呢，我们谈出来这样的结果，哇，这个卓荣泰就说啊，全垒打不得了了哈，就是我们就是跪舔川普政府，还要跟他个感恩戴德。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呢，他遭受到这样子的不平等的对待。我想到这个37年前啊，当时雷根政府的时候，也是对台湾呢施加呢空前的压力。我们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呢，从1:40被逼到呢1:30，最后呢到1:20，曾经一度还跌到1:25、1:28。那时候美国的对我们的压力呢无比的这个庞大，然后还扬言呢要取消所谓的普遍化优惠关税措施，就是 GSP 哈，就是要逼这个台币升值，要逼我们呢在很多的项目上面呢要开放。当时赵先生呢就带领了台湾的这个业者呢到美国去谈判，他就当着美国人的面批评美国呢把台湾呢当作经济上的次殖民地，然后不给我们政治上面相应的地位。没想到我们37年的命运呢，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又再度的重演。今天呢卢特尼克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这样子的洋洋自得，他就说今天这个谈判为什么会如此的这个顺利哈？就是呢第一个要让川普高兴，第二个就是因为台湾呢在安全上面呢需要美国的保护。可是我们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协议，他们给台湾了任何额外的多一点的任何的一丝的安全保护吗？军购还照样叫你买啊，完全没有叫你少国防预算，完全没有。5000亿的美金投资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一年的它占我们的一年的 GDP 是56.8%，而日本日本的这个投资呢？日本的投资呢，5500亿的美元的投资对美国是占日本的 GDP 不过12.8%，韩国3500亿的投资只占韩国的18.8%GDP 的18.8%。台湾吃得下来吗？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吗？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今天台湾对于美国的价值只有一个，就是半导体。而且像川普这种利益至上的，他几次讲话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了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生产呢寄托于呢距离美国呢万里之外的这个台湾，所以他要把40%的产能呢拿到手上，而且我相信呢这个会越来越往上加越来越往上加。而从这个魏哲嘉董事长呢，他在昨天的法说上面呢，他已经提到了美国在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良率各方面的产能已经跟台湾呢不相上下了。在台湾呢是如此的信守承诺，对美国进行投资的同时，我不知道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移到了美国去之后，这个不叫做掏空，什么叫做掏空？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假如说今天不管是赖清德，不管是卓荣泰出来讲说，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大棒子这样打我们，这样逼我们，我们的军购也要靠美国，我们的安全靠它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虽然很心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我觉得都好高兴啊！我们谈的什么4大成功，哇，好的不？你真的那么好吗？真的那么好？你如果那么好，卢特尼克就不会笑得那么开心的啦。这两个谈判嘛，他笑得那么开心，表示他占尽了便宜，那你高兴什么呢？休息一下再回来。